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女子之国。大唐西域记又载，东女国是以女为王，丈夫为征伐田众而已。后魏降何国何代，戎氏一族喜居临济，自称女国后人，拓殖茶园，兴盛地方，又辟海陆通商，历时400余载，复清海内，世比诸侯，是为茶王戎氏。世间才俊多慕名入赘，引为一时奇观。把手松开！你不过是戎氏一条狗，干什么？大小姐，都是那个贱人，是那个贱人，他引诱我，是他勾引我，都是他的错。王郎，你逾矩了。大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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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人，你这个贱人，你为什么勾引我啊？为什么勾引我？大小姐，是这个贱人勾引我的，我一时鬼迷心窍，我再也不敢了，你就原谅我吧，啊！你知道的，我一向很喜爱你的，毕竟你能诗善文，聪明机变，最懂得体贴我。大小姐，是他们诬陷我，他们想要取而代之。大小姐，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坏了咱们往日的情分啊！把他逐出荣府。来，别跑。阿姨，像这等规模的茶园，戎家在南方还有300余座，养活茶民不可计数。我有这座新开的园子，凡移栽过来的珍贵茶种，不出3月便会枯死，我好心疼。特意从彩云之南重金请了你来，让你亲手养你家乡的茶，我是要仰仗你啊。大小姐，王郎君是老夫人为您择选的，我对不住你，凭您处置吧。他人品低劣，再不提了。自古宝剑赠英雄，往后你中意谁，或想要什么宝贝，只管对我说，好好为我养茶。你的心愿，我无有不准的。阿姨，刚为大小姐效命，此生万死不辞。阿姨，你来看。茶才是我们的命脉。3年之内，我要这里的一座座荒山，全都变作茶海。
往怎么走啊？姑娘，那可还远着呢。这眼看着大雪就要来了，行不得了。要不然去小店里喝杯热茶，等风雪过了再走吧。哎呀，先进屋吧啊！天寒地冻的，还不活活把人给冻杀了呀！啊，劳烦店家了。敢在这儿闹事儿，给我滚出来！刘捕头，深夜巡街辛苦了。陆大人，陆大人，您怎么在这儿啊？本官今夜微服私访，已查明纯宁县多名女子失踪案的凶嫌。还不快将人拿下！是。拿下！速速回到县衙，抬官轿过来，请大人回衙。走。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呐！大人，您真是英明神武，料事如神，
这刚刚上任便破此大案，高升指日可待呀！此事主要是怪小的办案有疏忽，令大人孤身犯险，小人真是罪该万死，望大人见谅。你领着衙门的公差，吃着百姓的供奉，竟敢勾结奸细，谋害朝廷命官，你有几个脑袋？什么叫我谋害你呀？分明是大人你立功心切，不慎着了贼人的道，你才丢了性命的。你要是死了，破此重案的大功就在我脑袋上了。不管怎么说，我得感谢你，你给了我这场泼天的富贵。来呀，咱们送陆大人一程。大人，是谁同你说咱家大人是孤身犯险的？拿下！城里还有一个，把他带回去。大人，人被关在这儿了。大人，许多都是外地来的姑娘，要上山去采茶的。先带回县衙登记造册，再通知各自的家人，领走销案。是，都听见了吧？大人要送你们回家呢。谢大人，谢大人。没有家人来领的，先在衙门里安置。今夜自愿为尔的民女，赏银5两。是。大人，又发现一个地窖。死人，都堆到顶了。
加派人手，集合全县的武装。本官要连夜审问。是。请大人屏退左右，小的有机密事禀。走。我在陈宁横行20年，历任知县哪个不都对我客客气气的？卢大人，您10年寒窗博得功名不易。听我一句劝，休要自掘坟墓，断了自己的前程，赶紧把我放了，你我便宜啊！他是临济知府徐大人接来的。哦，可是尸坑地窖，白骨如山。本官若是放了你，如何向府台交差啊？这个好办，他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妹妹是知府徐大人最宠爱的如夫人。说实话，你即使把我捕了去，之后你也得毫发无伤把我送回来。不若此时就把我放了，到时候我跟我妹夫，也就是徐大人，我跟你好好美言几句。大胆刘本，你敢行刺大人！大人，大人，刘本夺刀于情不懂，万幸大人福运昌隆，不曾着了他的道，已将其就地正法了。小的来迟，让大人受惊了。将尸体抬回衙门，悬尸3日示众。本官要让整个纯宁县上下都瞧瞧，勾结匪徒，鱼肉百姓的下场。是。还不赶紧扶着！开！现世报！喂！都怪那姓陆的多事，若非他横插一手，小姐必能引蛇出洞，将这次劫掠山上茶女的主谋一网成擒。这官商勾结由来已久，若是真能循着这条线查下去，对于百姓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查查这位新来的陆大人。是。大小姐，下山的车辙叫人动过手脚。正好算算账。你没看错，真的回来了，您快着点吧。大小姐，您这就回来了？不是还没到日子吗？我刚下顾主山就遇到山崩，
又不幸撞上强人劫掠，他们劫走野生茶种不说，还要掠卖随行史币。怎么，你不知道？哎呦我，半路遇上山崩了，这还遇上强人了，没伤着我姐姐吧？姐姐。哎好，是大少爷挪了账上的银子，恐其日后盘账露了馅。听说您进顾主山访野茶树，料想着半道上多阻您2日，才好借机从别处找补。但你只敢断了车辙呀！混账！哎呦，那个叫你贡献我的，我能害我亲姐姐不成？啊！大小姐，大小姐明鉴，大小姐明鉴呐！小的们委实劝了，但少爷他不听啊！是，小的们哪敢谋害人命啊！混账！住嘴！听着，我是上方少爷，走，哪个敢碍本少爷？来一下试试！你们先下去吧。好姐姐，不过就是死了几条地贱的狗，改明儿弟弟再陪你几个好的啊，好的。为你草菅人命，全无心肝。就这几个下人啊！利欲熏心，贪得无厌。阴谋犯上，目无尊长。气死人了！我指天发誓，我只弄断了车辙，什么老实的山崩贼人，就算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要庆幸你只断了车辙，否则明年今日，你坟上的莲草怕有3尺高呢。祠堂外头跪7天，不许任何人给他送饭。好兄弟，快起来，地上凉。一个个狗眼把人看低，你们知我这是没适应的。再不许这样说，虽是一家子骨肉，到底有个亲疏远近，谁都比不过祖母心尖尖上的肉。父亲恳求再三，兄弟们才能跟着他续字的。他是云中月，你是脚下泥，忍忍吧。鼠胆，眼下芭蕉鱼打不死你，你们一个个都怕他，偏我不怕。早晚有一日。严长史，老夫人早发下话了，大小姐身份贵重，敢有触其威严、不分尊卑者，一律逐出荣家，往后生死不理。凡院中图谋不轨、知情不报的，拉下去痛杖80，连夜捆送衙门。至于少爷您，既然大小姐有了处置，您就自个儿去祠堂外头跪着吧。小小的知县竟敢斩杀我的舅兄，巡抚大人，您可要为下官做主啊！下官纯宁知县陆江来求见。巡抚大人，哎，徐大人也在啊。哼，难道徐大人这么快就收到信儿了？哎呀，都怪这该死的刘本。受大人厚恩眷顾，理应兢兢业业、民面从事，可他却孤恩梦义、狂悖昏乱，重伤大人才是贼首。他还说什么？这下官不敢说呀。说。他说去岁给您孝敬了一对价值连城的蟋蟀盆，花雕30坛，龙井20斤。季由夫人过寿，得了现银500两，还送了您3日的喜单子。胡言乱语！是啊，下官也是大声怒斥徐大人。高风亮节，欲下吉言。上回我去徐家，您连1两的水礼和银包都没收，还稀罕他那点孝敬。可他反倒是高声嚷嚷起来，他说半个刘家村都在衙门当差，全仗着徐大人的多方提携。他还说，
徐大人，您看上了治世御史方大人的女儿，又将她绑来为妾，发他的狗屁！下官正是急大人之所急，忧大人之所忧啊！怕他上了公堂，污言秽语，助伤大人清誉，一旦张扬出去，官威何存呢？方才也是迫不得已，将他就地正法了。相信大人定能宽恕。你，下官失仪，请大人恕罪。下官这就回去严查，果真有人散布谣言，混淆视听，下官一定把他骨头活拆喽。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先出去吧。卑职告退。巡抚大人，那间张记查破，已寻出骸骨不计其数，不严惩难以平民愤。下官认为啊，我叫你来，也不是为了此事。这本淳化阁帖我看了很多遍，老夫真是爱不释手。但是现在老夫也该物归原主，你拿回去吧。此乃下官一时寄养的摹本，恐为大家见笑。大人肯赏脸留下来把玩，此乃下官之幸也。哦，老夫真的很眼拙呀，这是临摹的，竟一点也看不出来。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不过作为当官的，也应该记得官场上的一句老话：凡不遇大黑者，切不可太过固执。人人都为后任，人人亦将前任，做事处处留一线，要多顾及上司和同僚的体面。正所谓上上下下一团和气，大家才好做事嘛。多谢大人教诲，下官定铭记于心。大人，接下来去哪儿？回府。老狐狸。仗着经里的许阁老是他的作师，陛下也爱他的文章，竟嚣张狂妄到了何等地步，完全不把本官放在眼里。京里来的猢狲放到这里也蹦跶不出您的手掌心去。大人今日不是正为了魏家旧案烦扰，急需精明强干的能员承办此案吗？这不，送上门的好人选呐！哼！起轿！短半截，也敢来应征，真是贻笑大方。大小姐回来了。见过大小姐。好了，看也看过了，都下去吧。宝儿，快过来。姐妹们同乐也不叫我。二姐姐怕你赶不及，说要先替你过目呢。好醇厚的茶香。
可惜了，刚才那几个成色都是不堪造就的，真是白费了功夫。各家都送了新人来，不日便会抵达临济，慢慢再选就是了。这一路上可还顺利？老祖母挂念，回程途中遇上山崩，死了2名护卫。真的，大小姐原说那雇主山上有最好的紫笋茶，又说密林深处有100年的野茶母树。祖母对你此行深寄厚望，刚才还同我们说起，盼你早日归来，要在新春茶会上让宾客们一尝野生紫笋的茶味，这该如何是好呢？五妹，大小姐平安回来才是顶要紧的，死伤者的家眷亦要好生安抚。这眼看着便是年关了，莫要生出事端来才好。怪道人人都赞二姐贤良，果然是做惯好人的，思虑这般妥帖周全，我等万不能及。只是这雇主山上向来风平浪静，焉不知是有人暗访了行踪，一夕奔着荣家去的。要我看来，安抚死者家眷要紧，查清这背后祸患，最要紧。可不是嘛，这山道早也不塌，晚也不塌，偏巧大姐姐马车过处，轰的一声，它竟塌了。姐姐可得留心，去庙里换一换流年才好了。祖母万福金安，孙女这厢有礼了。怪道刚才看着那个扇扇子的丫头眼熟，原来是你故意打扮成这副模样来捉弄人，也亏你想得出。刚才让他们饮烫茶，也是你出的主意吧？祖母，我还不是想要替大姐姐分忧，生怕有人蒙混过关呢。你呀，就爱捉人耍，真拿你没办法。祖母，这烫茶可麻烦得很，二姐姐非要亲手用炭火烘干，用手烫了好大一个疤呢。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亲自布茶也好尽几下心嘛。你的手烫伤了？啊，不爱的。死丫头人小鬼大，就爱夸嘴，不许在祖母面前混说。祖母，你说我这沏茶的手艺，火候到了没有啊？今年采新茶的时节，也让我去茶园嘛，好不好？好不好嘛？好。正山小种来之不易，想出茶香，不但要苦练技艺，更要有天意成全。用了雨天的茶青，再香的茶也难脱涩味，可惜了。秀琼，送你此番前往孤主山，有幸在人迹罕至的山谷寻到20棵野茶树，还从山民手里得了一包极品的野生紫笋，一直贴身藏在日服里，也算幸不辱命了。
四妹妹，回头你把剩下的茶青送到我屋里去，看看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只能丢了呗。咱们又不是人家天生茶果，能变百茶十茶种，枯死的茶树都能起死回生的。好茶青也能变个1456，还是免劳审的。四妹妹说的什么话？山宝是你亲姐姐，好容易死里逃生回来的，不说几句熨帖的，反倒夹枪带棒含沙射影，她前世欠你的吗？表姐天生6根手指头了，痒痒都挠到别家来了。我荣家日日供的也不是咸菜啊，怎么张口就管闲事呢？二姐姐，我那儿祖母赏下来的蒙顶甘露，去我院里品茶。走。大小姐，林表姐。我们也早些回去歇着吧。是。跟你一个娘胎里生的，反倒同2房3房的一条心，日日的损你安外人，当真歇了心。不是还有你心疼我吗？走吧，同你说说路上的事。顾不上说这个了。你猜那几个门神似的守了一晚，为着什么？老夫人，大少爷身边的人严查过了，那山崩，他没那样的能耐。车辙断了是人为，山崩是意外，但那伙盗匪可要继续追查。谁做的都无所谓，要紧的是看他如何应对。险难危急关头，懂得将计就计，引蛇出洞，也不枉我多年教导。不过老话讲，慈不掌兵。要做荣家的家主，他还有的历练呢。小姐，小心些。你心里不痛快，冲五妹发什么邪火？怪不得四姐姐，是我自己不当心，没发觉那茶青是不好的。雨天采的也是容易变的。哪里怪得你？还是怪我眼睛不好，只能靠嗅和摸来分辨，到底误了二姐姐的事。荣善宝不也是闻一闻就能辨出好赖了？你个小瞎子倒是娇气起来了。说到底，都怪那伙强盗太贪婪，让他们设法夺走茶种，好让荣善宝颜面尽失。谁知他们收了那么多金子，还嫌不足，竟敢杀人劫掠，闯下这么大祸！住口！刚才不都设法遮掩过去了吗？这件事以后不许再提了。各家都送了合婚的庚帖来，二姐姐你快瞧瞧。趁早得个好的。四姐姐别忘了，那最好的一个，定是祖母留给大姐姐的。自古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荣家想要最优秀的继承人，人家何尝不是奔着利来的？说到底，他们争的不是美人，是茶山银海，是茶王荣氏。坏了！那徐松竟要置你于死地了。不过是桩杀妻案，还能害人性命？你还不知此案的厉害。我刚翻查了旧卷宗，那魏克俭与妻子杨氏向来不睦。正月15那日，二人发生口角，那怎么办？杨氏愤然离家，
魏克俭苦寻无果，状告杨家藏匿妻子，杨家反告魏克俭殴杀妻子。是他们藏匿我妻子呀！我外婆呀，我杀了呀！寻不到杨氏尸身，魏克俭无罪获释，可魏杨两家结下仇怨，族人发生数次械斗，死伤多人。1年3月，一起儿挖属时，决出无名尸身。经仵作以低骨法验证，又经杨家辨认遗物，正是失踪1年的杨氏骸骨。魏克俭下了大狱，至死也该尘埃落定。为何后来成了疑案呢？坏就坏在当时的主审官范文德因突发暴雨，赶着维修垮塌的民宅，迟了3日才去验尸的。这一验是女，再派官员复验，竟说是个男人。尸骨竟验不出男女。哪来的尸骨啊？连日的暴雨冲刷，只剩下几块拼凑不齐的骸骨，除了省市旧物，再没有旁证了。魏家为官司破家荡产，魏克俭更在狱中发了疯。魏氏族人不断上控，喊冤声经年不绝。皇上谕旨发还重审，然重审官吏轻则丢官去职，重则赔上身家性命，至今还有数人身陷囹圄。官场人人避之不及，那徐知府分明是公报私仇嘛！明日一早，传涉案人等上堂，我要亲自来审。不可不可！那魏家奸称，案发当日，杨氏曾往荣家赴宴，魏荣老夫人上寿，看灯吃酒，至夜方归，还说他假赴宴，真私逃。后头人杳无音讯，定是投了荣家去的。那就把荣家拘来审。江南第一茶，茶王荣家，岂是官府轻易传得来的？双管齐下，你派人连夜赶往苏州去请陈老仵作。他在刑部任职60年，就算是几块骸骨也验得来。再拿上我的帖子，把那荣老夫人也请来。请不来，那就嫁了来。烟雨漫过长亭霜，景色破碎于旧月光。你眼底浮动的星芒，是前朝未解的记账。若山河是褪色的诗行，我愿作笔锋千年守望。烽火燃尽时问你眉间苍凉，爱是永不坠落的晨光。莫向迎头江湖长，剑影割裂浮世画。你掌心交错的迷惘，困住我轮回的流浪。把誓言刻进断崖怎样？任风沙世故不肯相忘。当情势坍塌，趁几分飞扬，你仍是不灭的信仰。同里遥行菩提下，古茶眼角悬时光。踏碎旧万场，岁月风华，只为寻你半句回答。若人间中尘荒凉梦长，爱是刺破虚妄的寒芒。在洪荒尽头共写天地辉煌，用亘古心跳做重trang。我向迎头江湖长，剑影割裂浮世画。你掌心交错的迷惘，困住我轮回的流浪。把誓言刻进断崖残阳，任风沙世故不肯相忘。当情势坍塌，乘几分飞扬，你仍是不灭的信仰。同里遥行菩提下，古茶眼角悬时光。打碎旧万场雪月风华，只为寻你半句回答。若人间中尘荒凉梦长，爱是刺破虚妄的寒芒。在洪荒尽头共写天地辉煌，用亘古心跳做终章。
祖母对你此行深寄厚望，盼你早日归来，要在新春茶会上让宾客们一尝野生紫笋的茶味。紫笋茶产自浙江长兴顾主山，唐代由茶圣陆羽发现并建为贡茶，持续进贡近1000年。因其色带紫，形如笋，得名紫笋。陆羽著《茶经》曰：“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将其列为上上等好茶，予以重点研究记述。”杜牧、白居易、苏轼等文人墨客多有诗文称颂，流芳千古。用顾主山金沙泉水冲泡紫笋散茶，色泽翠绿，兰香味甘，齿颊流爽，口感浓郁。一杯紫笋茶犹带1000年香。其制作技艺是人类非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